重磅！中央批复河南规划，郑州、开封将同城，洛阳、南阳升级为副中心。国务院近期批复了河南省国土空间规划，其省会郑州与隔壁的开封将实现同城，而洛阳与南阳则晋升为副中心城市。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郑州都市圈辐射能力提升。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省，总面积 16.7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9815万。202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根据国土空间规划批复提出，要提升郑州都市圈区域辐射带动能力。郑州都市圈由郑州及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漯河、济源组成。截至2021年，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 3.28 万亿元，常住人口4670万。该都市圈的空间格局是一核一富，一带多点。核心郑州是传统工业区，其棉纺织业、汽车产业都经历过辉煌时期。2023年，郑州第二产业增加值 5373.4 亿元，同比增长 11.1%， 其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3.5 倍，汽车产业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力军。一富是洛阳，它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其工业基础十分完备。一带是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带，多点主要是指新乡、焦作、平顶山、漯河等新兴增长中心，形成组团式网络化空间格局。其发展目标是2025年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GDP 力争达到2万亿元，郑州都市圈 GDP 力争达到6万亿元。到2035年，郑州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中心城市。2. 郑州、开封同城化。根据最新批复要求，郑州与开封的同城化进程被提上日程。两座城市相距仅 78.32 公里，位于1小时经济圈内，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发布的关于批准开封市城市总体规划的通知中，已明确提出推动开封与郑州的一体化发展，为两城同城化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作为河南省的省会城市，郑州肩负着引领区域发展的重任。然而，在其向北发展的道路上，黄河的阻隔成为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向西发展则面临着与实力强大的洛阳的竞争压力，而向南发展的路程则相对遥远，目前尚不具备发展同城一体化的条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郑州向东向北的发展方向与开封向西的发展战略最为契合。实现郑州与开封的同城化发展，不仅能够充分发挥郑州的引领作用，还能有效拉动开封的经济增长。据2023年的数据预测，若能成功实现同城化，这座新城市的 GDP 产值将有望提升至2万亿元，人口也将增长至1752.2万人，实力将有显著提升，有望成为中原地区的领头城市。这一同城化进程的推进，不仅将为两座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将为整个中原地区的协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3. 洛阳与南阳的华丽蜕变。位于郑州市西部的洛阳市，因其三面环山、一面临近平原的特殊地形，形成了西高东低的地势特征。这种地形不仅有效抵御了北方冷空气和风沙的侵袭，同时也降低了洪水灾害的风险，使得洛阳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为庞大的人口和繁荣的城市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旅游资源的角度，伊河两岸的独特环境为龙门石窟的雕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在秀美的山水间更显壮丽，成为洛阳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洛阳市位于河南省南部，与南阳市接壤，并向北延伸至湖北省的襄阳市和允阳地区，其与陕西省的商洛地区相连，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交通枢纽，它连接东西，贯穿南北，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南阳的地形则呈现出西北东三面环山，中间形成辽阔的盆地，盆地周围的山地、丘陵和平缓的冈地构成了其独特的地理风貌。这种地形赋予了南阳在农业生产上的独特优势，其气候适宜，土地肥沃，使得粮食、棉花、油料、烟草等农作物的产量均位居全省前列。同时，南阳境内的山脉连绵不断，北部与西北部是雄伟的伏牛山，西部是秦岭的余脉，东部及东南部则是桐柏山。这些山脉不仅为南阳市带来了丰富的森林资源，
还使得大约 2.66 万平方公里的南洋地区有超过 40% 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其生态地位显得尤为重要。据最新预测，去年洛阳和南阳两市的 GDP 总和将突破万亿大关。中央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豫西的洛阳市和豫南的南阳市的发展，已将其升级为副中心城市。这两座城市的崛起将有力地带动各自区域的经济发展，缓解省内的发展不均衡问题，为全省各城市的共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央批复湖北，打造一个都市圈、2大城市群、多座城市，被委以重任。国务院正式批复湖北省发展新规划，并表明要为其打造3大都市圈和立体交通网络。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湖北的基本情况。湖北省坐落我国中部，其东接安徽，西临重庆，西北与陕西相依，南连江西与湖南，河南在其北部，总面积达 18.59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838万。湖北省的地形独特，三面环山，形成了一个向南敞开的不完整盆地，其中山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占全省面积的 56%， 分为西北、西南、东北和东南4大片区。此外，丘陵和平原湖区各具特色，丘陵占 24%， 主要分为鄂中丘陵和鄂东北丘陵。平原湖区虽面积最小，仅占 20%， 但分为汉江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各具其独特的景观和功能。湖北省不仅是中部地区崛起的支柱省份，还积极发展新型特色产业，如人工智能、算力、大数据和量子科技等。据统计，2024年湖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60012.97亿元，同比增长 5.8%。此外，湖北省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作为连接东西、通达南北的重要枢纽，积极建设交通运输网络，发挥着祖国立交桥的重要作用。该省不仅经济发达，其丰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也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游览。2、中部崛起的核心引擎——武汉都市圈。武汉都市圈以武汉为中心，涵盖黄石、鄂州、孝感、仙桃等8市，因此也被称为1+8都市圈。武汉都市圈总面积 5.8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3300万，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集群，人口数量更是占到全湖北省的1半以上。该都市圈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其综合发展能力还在全国名列前茅。在2023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更是达到了 3.37 万亿元，占据了全省经济总量的 59%。在交通方面，武汉都市圈的立体交通网络十分完善。武汉天河机场和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的运营，为都市圈的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进一步巩固了其国际航空客货运的双枢纽地位。根据新的规划，环线高速、武天高速等交通大动脉的建设将得到加强，以支撑武汉都市圈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武汉作为都市圈的核心，其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产业优势明显。这些优势与完善的交通物流体系相结合，将进一步辐射带动周围的孝感、黄冈、咸宁等城市。在武汉的引领下，整个都市圈正挺起中部脊梁，助力中部地区的快速崛起。3、汉江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襄阳都市圈涵盖了襄阳全城以及随州实验等地，其中襄阳市的总面积达 1.97 万平方公里。作为该经济圈的龙头城市，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襄阳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汉江的中游，与随州接壤于东，与十堰和神农架林区相接于西。其地形主要由西部的山地、中部的冈地和平原，以及东部的低山丘陵组成。作为鄂西北的中心城市和湖北省的新兴工业基地，襄阳市的工业生产相当发达。在2023年，该市的 GDP 总量达到了惊人的 5842.91 亿元，人均 GDP 也达到了 11.1 万元的高水平。此外，襄阳市还是我国铁路运输网络的关键节点，公路总里程在2023年末已达到了33490千米，其中高速公路的里程占到了816千米。汉江作为长江的重要支流，穿流而过襄阳。襄阳港不仅是北煤南运和西煤东调的重要中转站，还具备旅游和客运功能，是一个综合性的港口。作为襄阳都市圈的核心，襄阳市未来将肩负起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重任。
另外，整个襄阳都市圈也将承担起引领湖北省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责大任。宜京津都市圈由宜昌、荆州和荆门3地构成，它们各自在区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宜昌是坐拥长江之滨，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湖北省乃至全国范围内享有盛誉。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之一，宜昌在推动旅游和水电能源开发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宜昌市 GDP 高达5756.35亿元，其中旅游业和清洁能源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2大引擎。根据新规划，都市圈将重点发展水电、化工及旅游等产业。宜昌将依托三峡水电站等水利设施，推动水电资源的高效利用及化工产业的升级转型。荆州则依托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而荆门则将借助其优越的交通条件，积极发展智能轻工装备等产业。